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的身上来说，他们很努力工作，但他们好像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但他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嘛，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为自己负责，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那种概念，所以大家也蛮鼓励大家去外面走走看看，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视野。像欧洲国家的爷爷奶奶，我在朝圣路遇到很多70-80岁的爷爷奶奶，他们就很懂得去享受他们的人生。好，那我们就开始哦。好，大家好，我是米尔。Hello， 我是乔。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没错，我们第2季的第一位来宾竟然被我们邀到了，很感谢。那我们来欢迎宋哥。好，欢迎宋哥。大家好，我是宋哥。好，就是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会邀请他，主要就是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刚好他要去。你不要这样笑啦！他要去朝圣之路，然后他说他要走30天，然后我那时候30天哦，对啊，30天，然后他刚好是一个裸辞吗？裸辞，就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裸辞，然后要去走朝圣之路，然后回来的工作就是都还不确定的状态，然后总之他就是去了，然后我就一直都有在 follow 他的朝圣之路的一些日记，超多人看。真的哦，对啊，你很认真欸，你每天都会发文，我每天都发，对啊，他每天都会发，就很漂亮的照片啊，然后还有文字，然后那时候觉得超赞的，我就很想一直 follow 下去。然后他后来回来之后，他也开始一些新的生活，然后想说太好了，今天就来聊一下。对啊，谢谢宋哥被我们邀请过来。不会，太客气了。好，那要不要让宋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呢？好，那大家好，我是宋哥。那我目前33岁，这样讲会不会太不会，是个年轻的人，但是很多人都会称呼他宋哥。对啦 ，OK。那我本身就是喜欢热爱的户外运动，爬山、露营跟骑重机，就是我的生活中会做的事情。对。那就像刚刚乔说的一样，我在今年的5月份，我去走了朝圣之路，那大概30天的一个徒步旅行，对，那也因为是我的在上一份工作将近10年的工作告一段落，所以我就决定裸辞去做一件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送给自己当做一个礼物这样。我那时候觉得他在我心中就很像一根浪子，还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朝圣之路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朝圣之路的话，它是一个宗教路线。如果说用我们台湾的信仰来看的话，会像是大家有听过白沙屯妈祖吗？有，就是白沙屯妈祖走到是那个香港，没有，不是香港，就是那个嘉义嘉义云林的，是苗栗到嘉义吗？苗栗到应该是北港啊，北港，我刚刚说应该是走到北港的那种概念。对，那其实它是朝圣之路是天主教，然后听说有那个耶稣的12门徒的遗址放在西班牙的那个圣地亚哥的大教堂里头，对，所以很多的信众就会来自各方，然后为了去巡礼，然后去到圣地亚哥，所以它总共的路线总共会有大概7到8条左右。那最长的路线大概是我走这一条路线大概是800多公里，那是它叫俗称是法国之路。我可以知道台湾一圈是几公里？台湾一圈大概将近900公里。宋哥知道，所以你基本上走了台湾大概快要一圈，快要一圈，对，没错。哇，30天，那全部都是野营的状态吗？没有，他那个朝圣之路是没办法自己搭营的所以它会有很多那个我们叫做小木屋。像就是有点像青年旅馆，对，青年旅馆上下铺那样。但是不是也没有办法 booking， 就是你只能走到那边，然后你才能看有没有位置。它有分2种，它有分公立跟私立的。那是公立的，它价格相对比较便宜，但它就是不能 booking 的。那私人的它价格就相当比较高一点，但你就是要定位，你就要定位这样。好，那我可以知道你那时候你说你想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对不对？那你是自己走吗？还是和朋友一起走？我那时候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2个都一起裸辞。哇，有这种约的吗？那我们要不要？没有办法，太帅了吧！哇，那你们裸辞，然后2个人一起走了30多天，都没有吵架吗？对耶，可以结婚，没有吵架就可以结婚。其实没有吵架，真的没吵架。还是你们没有在讲话？
没有力气讲话。有，其实大部分时间就是你想讲就讲，然后你要聊天就聊天。那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两个会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因为太累了，有时候就是懒得讲话。我可以知道一天大概要走可能几小时或是几公里吗？我们一天大概，因为我们30天比较紧凑，所以我们大概走了将近25到30公里。那多久？一个县市吧，是穿越一个县市。多久吗？一天大概走大概7到8个小时左右。每天，然后30天，每天。那你脚还好吗？我脚 OK 啦，但我的伙伴比较惨一点。他怎么了？他就是一开始是脚筋膜炎，他是走一步都会痛一下，然后最后就是筋膜炎快好了，他整个脚掌都是长水泡，很像10大酷刑那样。这样怎么办？他就一边哭一边走。然后这真的是朝圣，对，就是朝圣之路。然后他一直就说：“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来？”很多人都是说去洗礼嘛，然后他说：“我到底犯了多少错，然后要这样哭？”那他有后悔吗？他没有，但是他很勇敢，他走完了。对，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哇，朝圣之路都在，一路都在，我们可以改天再来。”那他就是坚持，然后我就慢慢陪他，但我们最后一天就是成功了，然后也把它走完。好感人！他是走到第几天长水泡的？我们其实他走大概走完1个礼拜之后，脚就开始有问题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说，你要不要坐计程车，然后到下一个点等我这样。哦，那个地方有计程车，因为我看一些影片，它看起来很荒凉，它就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绕过城镇这样到下一个地点，然后可以坐公车，可以坐计程车，什么都可以。对，那这样我只觉得你的脚好健壮。对啊，但应该刚开始还是有不舒服吧，就很累。一开始第1个礼拜都一定会全身酸痛。就是你不习惯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走楼梯，好像整个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下来。那你负重要几公斤啊？每天？我们负重相对比较轻一点，我们大概一天大概8到10公斤左右。这样算轻是不是？我刚才也想说，所以说对爬山来说的话，相对就比较轻一点。对。天哪！那我可以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那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故事是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除了我的伙伴他的身体状况之外，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我可以在路上遇到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外国人。对，那我遇到了一群就是2对夫妇，意大利人。然后我们在偶然有一天在那个青年旅馆，我就跟了一个意大利的大哥住在一起。然后我们2个都不会英文。我英文其实也没有很好，其实他完全不会讲，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比手画脚，好酷哦 ！Body language， 对，那你们聊了什么？对，一开始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跟我说“Ciao”，我就想说，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他会讲中文，就很早就不是，那是意大利的打招呼的方法，有跟确解读啊，然后聊完发现彼此想法都不一样，对，但至少都聊完了。对，那因为我们的脚程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会在某个地方，然后巧遇这样，然后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快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很可惜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声再见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2-3天没有遇到他们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伙伴说，说不定我们等一下在那个教堂的转角处就可以遇到他们。结果就遇到，就遇到了，转角遇到，然后结果那个画面其实非常感动，就是大家都很欢乐啊，然后大家拥抱，然后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合照这样，然后那种画面就像好像是爸爸妈妈还是就很像亲人一样，然后给你一个很大的拥抱。就那个在那个过程那个 moment 是我觉得最深刻的一个。是不是因为走朝圣之路太艰辛，所以当你们一起完成的时候，很有一种革命的情感？对，有点像共患难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跟爬山有一点像。虽然说我们是新手啦，但是很新，但是爬完之后真的还是有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去努力达到目标，感觉真的感觉很好。没错，虽然我们都最后还是比手画脚，但至少还是沟通的。对，那种我觉得那种心意就是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到。如果即便你没有很表达的很清楚你想表达的，但是那种感受你可以深深的
的体会到超越语言的互动，对对对，好酷哦，感觉很赞。真的很酷。那我之前在看你的 Threads 的一些文的时候，发现你有几天其实是在就是滂沱大雨中前进，哇，甚至是有时候也没有床位的时候，就是你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地方可以住的时候，对，你可以分享这类艰辛的故事吗？其实朝圣之路只有30天，但它是说小版的一个人生的故事。那因为我在那个30天里面经过了春夏秋冬，然后还有寒流，还有一个我第二天就遇到了下雪。为什么朝圣之路是这么气候变化这么大的一条路？其实我那时候想说，5月已经是那种人家说的就是天气很舒适的天气，但不知道他们就说他们当地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下了半个月的雨。哇，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下了半个月的雨，不是说天气老天爷应该会很好才对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住宿的问题。有一天我们本来是预计到下一个小镇，然后去搭公立的，然后那天就很早起床，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已经抵到目的地了。结果到了那个地方，教堂没有开啊，住的地方是教堂，然后教堂没有开，教堂上面写说旺季才要开，然后我们前面的那个德国人就说现在不是，他就说现在不是旺季吗？不然什么时候才是旺季？哇！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心很累，因为我们在查下一个地点是11公里后，好，已经很累，想休息，然后还要再走11公里。对，然后因为前面的小镇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没有抱着任何期待说它中间那个小镇有任何的居住点。结果我们他们德国人先走，然后我们两个就那很哀怨的状态，然后就慢慢的走到那个下一个小镇，然后我们本来没抱任何期望，然后我们就看到德国人，然后他们就跟我挥手。他就这样交叉的回首，那时候我们就讲说，他已经告诉我们说没有要往下一个走，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崩溃。那个时候几点啊？晚上几点啊？哇，那时候晚上那个已经下午大概5点多了，所以你要快点找到落脚处。对，你要在下一个地点走的时候，大概就是5-6公里后了。那一个可能走到来可能就是9点10点左右，好累哦，好绝望。而且那时候我朋友的脚也已经开不舒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脚程是非常慢的。然后最后我们就要绕过那个城镇，然后要往下走的时候，然后那个阿姨后面就有一个阿姨说要 check in，然后说哇，确定吗？可以 check in 吗？我说 two people， 他说 yeah passport， 他就说拿 passport。我们那时候两个真的快靠在那边哭了，看见上帝。所以那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很离奇的事情。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本来已经 booking 了，我们已经订好了，然后到那个地点，然后那个老板就跟我们说，你们没有定位，没有台湾人。What？ 你们已经 booking 了？那钱也缴了吗？他是用 booking.com 去，然后他就说没有你们的资料这样。怎么会？然后那时候我说我昨天有打电话确认过啊，他说没有，然后我当下就用我的电话拨通，我说我昨天打这一支，然后他的手机就响了。他干嘛？然后他就才说，因为你们超过3点半，所以我把这个床位卖给别人。啊，好过分！是本来就是这个规定吗？有些厂商，不是厂商，有些店家会提早告诉你。那我昨天也在电话跟他确认过，说我们明天要多久要录制，然后他就把它卖给，而且他就不鸟你，他就说我去煮饭，拜拜。而且他还装傻，对，他还装傻，他真的装傻。然后旁边那个香港人就说。好傻眼啊！因为我们跟香港人一起到，然后他就说他住那一间，他说我们今天可以住一起，我们可以去煮饭，结果我们没有床位，那怎么办？你们怎么办？我们就抱了另一个期待，我们去找公立的庇护所。通常庇护公立所都是会额满的状态，然后我们脚就碰一下，因为我们也走不，他也走不下去，因为他脚也都水泡了，他走不下去。本来要带他去看医生这样，结果就到那个地方也很离奇。外面坐了一个很像亚洲人的大哥，他跟他说没有床位了。我们两个又要走了之后，然后那个柜台的小姐就跟我说，再叫我们进来。我就跟他确认说有2个床位吗？他说 yes。然后我们两个就偷偷跟他们讲说，好像没有听那个大叔的话，不然我们两个现在今天又没有位置可以住了。天哪，你们一直遇到一些类似恶魔的存在。对，就是那这个天平那边拉扯，就是我们最后还是得到最好的结果这样。但你们有没有任何一天是都没有地方睡的？目前没有。那你们算幸运真的是幸运体质。就是我们会没有就是当天开始我们就会开始联络，不管怎样我们就会我们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会模拟各种状态。哇！就是今天
下一个点没有住到，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行程全部重新调？明天可能走30几公里，今天可能走短一点，就是会灵机应变的去整理我们的每天的 schedule。这样是不是也蛮像经营什么东西，很考验组织能力？就是在打怪啊。对啊，对啊，蛮厉害。天哪，好可怕哦！那我可以知道你们每天都吃什么东西吗？就是你们是自己煮吗？就像那个山上克难那样，什么卡士瓦斯？对，其实西班牙的食物我其实蛮不喜欢的，就是因为每天都是吃面包，它主食都是面包，但它就是没有就是热食，像我们台湾的热汤啊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通常会随便乱吃，比方说我们去超商里面去买那个。还是面包，我以为要听到什么新的东西泡面之类的。因为有些地方是可以煮饭，有些地方是没办法煮饭的。所以你们没有带什么卡士瓦斯炉？没有，因为我们为了减轻重量，然后我们还会吃炒剩餐。炒剩餐就是我们今天住的庇护，他们叫庇护所，我们青年旅馆就是庇护所。庇护所的庇护所的主人会煮饭给我们吃，可是他是要付钱的。很贵是吗？有些真的蛮贵的。好吃吗？不好吃。这才重点，这才。那你们吃什么？你就想象那个意大利面，它是没有任何酱料的意大利面。你说就单清炒面，那哪叫意大利面？然后拌跟那个沙拉油这样拌一拌。沙拉油就这样，就是那个橄榄油这样拌一拌，完全然后还有一点蒜头。听起来很像那种学校的什么学餐的那种，学餐都比较好吧？学餐都比较好。我想说，我已经辛苦这么久了，太过分了。结果他清炒，然后想说应该会有一个主食，肉类的主食，结果他端那个生菜沙拉出来，好冷。你就配着那个意大利面，然后吃生菜沙拉。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走完有变瘦吧？我瘦了5公斤。哇，我觉得很欢迎想减肥的人去。这个心理也会被减重吧？就是我朋友也瘦了5公斤，所以我们2个都瘦了。他脚现在还好吗？对啊，他脚，我一直很好奇。他走完比起的就是脚痊愈，什么意思？老天爷在跟他开什么玩笑？就是你在那卖药吗？我没有卖药，真的走完痊愈，代表要去朝圣一下。对啊，很灵欸。他那个是很夸张，他脚掌整个就是大大小小的破洞，好可怕，听起来。就到最后一天，我说，你的脚怎样？我就看到他整个像那个平滑结痂吗？没有结痂，已经那个光滑面都已经出来，我觉得很离奇。好神奇的脚，他的脚真的有破吗？会不会其实一切都是你们在就是没有，我还传给我朋友看，他们都吓惨了，他说太恶心了。天哪，那我想问，你们在完成的那一刻，你的想法是什么？对，你的情绪啊，想法。最后一天的时候，最后一天其实有点感动，但没有到哭出来。你会觉得很冷静。对，你走完了吗？怎么是还想继续的那一种吗？就是非常非常平静的，就觉得我们真的很走完的吗？那种感受。我本来我朋友很爱哭，结果他也没有哭，他就觉得说，对啊，这种感觉很奇怪，就是我们就这样走完的吗？哇，就有一种怀疑，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结束了？就是你们脚已经开始有种自动导航功能，就觉得好像很耐走了。对，你现在觉得7小时还好吧？就是那时候感觉是说，我们要回家了，然后就好像有点舍不得的那种感觉。那你们隔一阵子之后有没有回顾那个感动，会才比较深刻？就是那种当下没有感觉，可是之后会觉得太不真实我竟然做了这件事情，太棒了！类似上飞机吧，是吗？应该是说，我们有一天是要去搭那个西班牙的境内的航空，那我们是要往回走一小段的。那一小段是我觉得才是我最深刻的时候，因为我往回走的时候，我遇到很多我们曾经碰过面的人。哇，对，跑马灯有点鸡皮疙瘩，就是那种好像在那个回复那种状态一样，就跟他们相差而过，然后我们跟他打招呼，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加油，然后他们说你们完成了吗？我说对，我们明天要搭飞机飞到巴黎这样，然后飞回台湾，所以那个过程说我们好像真正的完成了那一趟旅程。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在打日记的时候，我就很不可思议，这是我最后一天日更的吗？然后那种感触就慢慢的涌上来，真的，对，感觉因为有人的连结，让整个情绪更强烈。对，那一小段遇到非常多人，有韩国人、大陆人，然后欧洲人，然后都是曾经我们遇过的
的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好感动的感觉哦。那种感动就是非常的深刻。这样，我突然想起来，我记得你有一篇贴文是说，你好像要转飞机，但那个地方的飞机是不是超级危险的？是有这件事情？那个是另外一趴的尼泊尔，还不同路程，不同路程。今天是朝圣之路，好，那先朝圣之路。那你觉得，就是你走完30天之后，你现在就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回到台湾之后，对你有影响吗？或是你有什么东西的三观是整个大反转的？我觉得我应该是对我的生活面有很大的个改变，就是因为我做了这次选择嘛。以前我应该是说，我以前的个性是比较内向一点，我可能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会想很多。那我就是在我决定裸辞的那一刻，然后去到朝圣之路之后，我应该是说我在朝圣这一路，我都定了3个步。我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走这一条路线？应该是说，我就把3个定义变成不妥协，然后不轻言放弃，然后不安逸。你说在这个路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吗？对，我就把它个统整，为什么我要来这里，然后把它统整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把它统整了一个3个我自己的定义，就是我对生活中我不想要安逸的生活，然后我不会妥协现状，然后遇到任何事情，我不会轻言放弃，说我不做了。对，有点像是你在生活中，你想要再次挑战自己，所以你透过这个旅程去证实自己的这个精神，是这样，然后再把这个精神带到台湾跟生活中。对，哦，很棒。那你在朝圣之路的这个路程，你在想什么？我也很好奇，这个时间有30天，我觉得第一部分就是身体的折磨，那第二部分就是那个很漫长，然后到底要想很无聊的过程。对，你在想什么？是不聊天的时候。一开始的话，我们2个会聊天，然后聊到后面，我们就会找很多事情做。我们听 podcast， 所以我就听到你们的梦游小姐，然后就是我有听，真的假的？真的。然后听完之后，又换下一趴就听音乐，听音乐下一趴就是你会觉得，我想要自己安静一点，然后我就会开始想我的回到台湾我要干什么，想未来，对，想未来，然后你就会很多怀疑自己，一开始会怀疑自己，比如说我到底为什么要离职啊？那我离职之后干嘛？我就会担心很多我之后的工作啊，然后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也不用想那么多，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对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想过去，你想更多的是未来，是这样吗？对。然后因为你会觉得前面的事情都已经过了，那我在想前面的事情好像也没办法改变。那我就是想我现在当下的事情，然后之后未来的每一步要怎么执行，然后怎么去想我之后还想去哪里的那种感觉。那当时会开启这个，是不是生活中有遭遇什么很重大的改变，才让你想要踏上这个朝圣？我当初好像有问他这问题，我想说势必一定是对生活有什么很大的一个点过不去，才会要去走。对，就想要静心一下。其实走朝圣之路之前，就是我开始热爱户外嘛，那也尝试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那因为是我在应该是说3年前，我就感情的一个告一段落。那我以前都是因为我交往都是非常长的时间，大概6年左右到7年。所以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一个人过，所以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会很害怕吧？一开始会很害怕，对啊，然后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说太快乐了，那个还没吧，应该要慢慢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去做过，所以我每年都会定自己一些清单，然后逼自己去完成，所以就是人生清单里面的朝圣之路都是我唯一的一个清单，然后像过程中就有自己去爬山啊，或是说我去露营啊，或是说我去冲浪啊，学习各种的一个，就让自己丰富一点的那种过程。对。那走朝圣之路其实没有什么很多人都会带着可能他有一段感情，或者做家人离异等等的一个心情去做。对。那我走朝圣之路，我相对的心情会比较开阔跟平稳一点。对，所以我走那一条路的时候，我非常
应该是说我非常雀跃跟开心的在那边走。觉得是一个挑战，你要去完成的。对，就是那听起来种心情。是刚开始走的时候，可能对于接下来生活的下一步是有一点小小的不确定跟焦虑，但是你走完就是开始可能中期跟后期的时候，你好像对生活的掌控度，可能因为你在走的当下，你发现在当下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也把这个精神就是带到生活中，对是这样子。对，没错。哇哦，听起来好赞哦！要走吗？我们也可以走那种30天我可能没有对办法。对你们可以走对，也有人走个短短，因为它有七条吧，还是几条7条，然后其实如果说要走最短的是最短的话，你可以走最后的100公里，来2个礼拜。对最短也要2个礼拜。对，很多人都会去走最后的100公里，去体验那种感觉。好像可以哦，要吗？很想去哎、要，不因为2然你可以个礼拜去走葡萄牙路线。去哪里？葡萄牙路线，葡萄牙路线是多久？是怎样的？它也要14天左右。一直在找，就是更短的路程。但是我好像有朋友就是只去5天，他就是没有要就是攻顶的概念，就是去体验这样。我记得好像不止那边有朝圣之路，还有很多，像日本也有什么路，对熊野古道，对，他们是姐妹古道，对姐妹古道，对对，我们可以去走这种啊。我们就是好棒哦！要不要走日本的？那我好奇一下，你还有就是去哪些海外的践行吗？最深刻的是在去年我去尼泊尔的那个圣母峰，对，也是走了很久，14天，14天，假好多哦，我发现我自己好没有假，都是你在裸辞之后做的事吗？没有哪有裸辞？上一份工作还没裸辞，还在工作中。我是利用那个过年的时间去的，对，我的年假。我圣母峰跟等一下，对不起，我这个问题现在有点笨。圣母峰跟喜马拉雅山是同一个吗？还是同一个啊？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峰叫圣母峰，是这样。就是喜马拉雅峰可以俗称为圣母峰，它其实它很多的名字，它又有一个别名叫珠穆朗玛峰嘛。对，天哪，地理要重修了。我们在课本里面就是世界第一高峰就是珠穆朗玛峰，对，珠穆朗玛峰。那你当时怎么会想去爬？一开始我是看了一本书叫《转山》，然后他其实在诉说，就是他失恋了去西藏旅行这一块，然后他就讲他在西藏看到很多景观，然后怎么去阐述他的心境跟历程这样，然后我就对他里面说到的藏族文化我非常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其实其实冥冥之中，我朋友就说：“要不要我们今年过年去尼泊尔？”等一下跟那个朝圣之路是同一个吗？不，都同一个。哇，你们两个他是我的山友，这样也是我的前同事，这样。我们要不要去啊？前同事，你要去哪一个啦？我感觉很可怕。我要去日本那个啦。好在巧，对啊，所以那时候他就说要不要去尼泊尔。其实我对尼泊尔很陌生，然后那时候就上网查功课，其实他跟西藏是隔了就是圣母峰。它另外一边就是尼泊尔，所以他们的文化其实蛮相近的。因为那时候是说喇嘛在逃亡的时候是逃到尼泊尔去，所以那时候宗教其实很多是从那边移过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查说，那种感觉很像一种神秘的感觉，所以我很想去探索它。然后那时候就答应了他，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做，就是朋友就做了功课，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了这样。有会做功课的朋友，我看你在想这件事情，你朋友很燥他蛮厉害的。所以在那个朝圣之路也是他做的功课吗？大部分是他做的，我只是这种朋友需要认识一下。就是我们两个分配工作，就是他负责行程的规划，然后我就是我就是在地的，像保镖跟精神支柱的那一个。就是没有在做事啊，机动组，就你去面问一下，我可以当这个角色，你愿意当他朋友那个角色吗？等一下，你的 MBTI 是什么啊？我是 INFJ。那你朋友嘞？他跟我说是 INFJ， 可是我不太相信。哪一部分？哪一个字你觉得不相信？你觉得他是特别 J 的人吗？他不是特别爱的人，他不是，因为他如果遇到陌生人，他可以开启爱人模式，非常强的那一种人。你说E人模式啊？对，E人模式，他可以开启E人模式，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他可能是他跟他工作有关啊，因为他是业务嘛，所以他可以马上转换那个频道，我觉得蛮厉害的。他是你前同事，不就代表你以前也是业务吗？不是，我们不同部门，对，我们不同部门。
对我们也是前同事，我们是啊前吧，所以我们可以变山友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你当他朋友的那个角色，然后我当他这个角色，我负责情绪支持。我想要找更有力，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有时候都蛮累的。不会啦，我们俩都很OK。好，然后呢，那14天，那你们要怎么样去？因为我有听说过，不是直接直线的攻顶，对，不是要知吗？它首先你要去飞到你一个地方的非常非常小的机场，然后也是那个机场是俗称就是世界最危险的机场之一。最危险是多危险？因为它跑道只有600公尺，所以很容易撞。对，那可是就是在我之前的1个礼拜前，就是他们那边的飞机失事。所以很多人都贴给我看，哇！所以你确定要去吗？你确定要去吗？就是那个飞机就直接坠毁，然后没有人生还那一种。那你还敢去？你没有买保险？我有买保险的，但是买到最高的，但是我就不敢跟我妈讲，真的会担心。对。那你不会想说，要是就这样，你 OK 吗？没有，我想说事情发生之后才是最安全的时候。因为大家会变得更谨慎。这个没有，我觉得他是在催眠自己。没有，我觉得这个思维真的很好，就像食安，是，像他食安，有些餐厅出食安，他们会那一阵子超干净，就怕再出事，所以通常有食安之后的餐厅就可以去吃一下。可是如果那个飞机，就是那个机场一直都有飞机，那怎么会是那一段时间发生事情？就是它会一直都发生事情吗？还是它很容易发生事情，可是它就偏偏它不是短期，它没有要改善吗？它就是偏偏在那一段时间，就那一架就掉下去了，对，可怕，就是一个运气。好紧张哦！我跟你那时候你有没有写好遗书？你要死的话就是会死，你要死你走在马路上你就会被撞死。是这样讲没有错，但你那个几率超高的。对，而且他们飞机非常小。我们那一天就是整台飞机也没有很多人，然后它降落之后，我们全部人都在欢呼跟拍手。大家都知道有可能会不见，对，连外国人都这样，那大家都是就拍手。大家真的那个心脏很大颗要是你是就会决定不去。可是如果我真的很想去那个地方，我可能也会想赌一下。他应该是真的很想去啊，就是他已经真的很想去，想赌了。钱都付了，而且你是因为钱，他被画押，原来是金钱比命重要，而且他势必不会改善嘛。你要去的话，你就是只能赌这一把，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他可能就让你选择几个航空吧。你就选只有航空可以选，其实你不能选啊，是导游选的啊。你们跟团是不是？就尼泊尔他就是要跟团一定要跟团，就是你要配一个导游。海外健行好像都要跟旅行社。那朝圣你们也有跟旅行？朝圣就不用，它就是路线嘛，那你要怎么走都随便你。对，这样蛮好。我发现我们会不知道我们录了多久。对耶，这里是32分钟 ，sorry。好，那我们这样子快要结束了。对，那你要那个好，我还没讲完尼泊尔。好，那你加快，可以快速一点的。对，好，14。那你们是怎么样去攻顶吗？我们都用走的，然后它大概从海拔的2000，然后上升到5300左右。所以在尼泊尔最难的是难在你要去控制你不会得高山症。那这样子就吃药吗？吃药，然后行程的安排很重要。对，那一样这一趟旅程，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在尼泊尔，你的伙伴的脚还好吗？他我们总共4个人去，然后3个人都是上吐下泻，因为食物的关系。是只有你健在吗？因为我很健在，你好用哦。因为我带了非常多的胃药，我带了事前吃的胃药，就是吃饭前先吃的胃药跟吃饭后的胃药，所以我那整趟的旅程我是没有任何的。可是吃什么啊？就是当地的食物吗？为什么会上吐下泻？因为我们那时候在1月去的时候是淡季。所以他们的那个食物的保存可能就是放了比较长、比较久一点的。是什么食物？这样吃什么？我们吃那个，比方说水饺，有水饺，他们叫馍馍，然后里面就可能就包着泥牛的肉，犁牛，对，他们在地的牛，不然就是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鸡肉啊等等。但是他们可能就淡季也没有很多观光客嘛，所以他就自己冰着。然后其实如果说我们吃不习惯，或是说那个鸡肉不新鲜，就会拉肚子这样。所以很常不新鲜，听起来。所以当地人都没有问题还是他们不吃那些东西？他们的胃很健康。我想说给旅客是另外一批食物。如果是旺季的话，那个食物就是新鲜的，因为会一直轮替。所以那我们就是淡季去，那整个山头可能就只有我们2个团体这样而已。
对啊。但是因为4个人去跟2个人去是不是差很多？因为4个人就是会一直有对话出现，就比较少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嘛。也是会，大家还是会有累的时候。你就不想讲话，因为到那个山越高，氧气就越稀薄，所以大家就会可能之后就不会想一直讲话，喘气都来不及了。对，你的喘气那个吸的气体，你可能就要多吸好几口那种感觉。那你那时候攻顶的时候，就是你那过程很痛苦。你攻顶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攻顶很开心就是完全不一样，你跟朝圣之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感动，一个是开心。对，你说终于到了，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世界第一高峰在你的正前面，然后感觉好酷哦。世界的前10大的峰，就是把你整个围绕在那个山谷里头。那时候是有雪吗？雪地？它是那种雪，就是有雪，就是整座都是白白的。然后就很梦幻，然后山谷里面就有好几4、5只狮的老鹰在那边盘旋，他们在等你们了。那种就是那个画面就很感动啊，对啊，所以就那时候就我朋友就哭了，然后我也就有泛泪，但没有哭的那种感觉。哦，有到泛泪，那你是不是很享受这种极限挑战后的成果，然后你享受那个感动？对，所以那时候才会喜欢爬山的。我觉得爬山的人都偏 N。但是很被虐，对，就很痛苦，很痛苦。但最后你觉得哦，好，我下次不要再来爬，但还是会去。那个就是一个先苦后甘的过程。那你觉得哪一段比较痛苦啊？就是朝圣之路，还是那个尼泊尔圣母峰，还是不同等级的累？我觉得是不同像朝圣之路，你可以慢慢走，然后你不会有任何的身体的因素去受限你。那尼泊尔它可能你过程中，如果说你真的高山症了，你下撤的时候，不是只有用走的，你要叫直升机。那叫那直升机是没有保保险的话，是10到20万起跳。Oh my god！ 所以它是非常有风险的。那朝圣之路比较没有风险，用风险来管理的话，就是尼泊尔可能比较危险一点。我们适合没有风险的，我们心脏没那么大颗所以我们就去朝圣就好了。好，那你接下来还会再去哪里去冒险？目前计划本来是要去马丘比丘，或是在印度的七大湖。七大湖，对啊，我上次有去参加那个海外健行的一些说明会，那个看起来真的很美。而且他是说可以骑驴子上去。对，哇，就是在那个也不是啊，驴子会帮你背食物，但我不太确定是每个团都这样。对，它很像游牧的那种感觉。对，很漂亮。那很习惯这些生活，是不是必须要把自己生活品质降到最低？就是你很习惯这些很野外的生活，很极简了。你是要说这个吗？对，谢谢你翻译机。生活还是生活啊，就是回归生活的时候，什么不用到那么极简了，就是要多赚钱跟存钱才有办法去更多的地方。但我很好奇，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中，对你来说是充电嘛？然后再回到真实的可能比较 routine 的工作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很想再回去嘛？就是它是一个充电，一个是充电，一个是耗电的状态嘛？还是你是怎么？你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你在工作一定会累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告一段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该出门充电啊。所以我在每年的过程中都会安排一个适当的自己的充电时间，到国外或是说到山上去看看那种，应该是说去疗愈自己吧。就是看到那个画面是很宽广的，然后你就会去感觉自己的心里好像被安抚的那种感受。对，是不是你心思是偏细腻的人是吗？算是对，然后所以很容易需要，就是心灵很需要被释放，而且感觉很明确是在大自然才能被充电的人。对，就感觉好像自己有出去度假的感觉。对。那我们来问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要问什么？就是如果只能带3样东西去徒步旅行，你会带哪3个？我会带什么吗？对，第一个是相机哦，因为你想要记录。你都用底片还是什么？我会数位相机跟带底片啊。那2种感觉不一样，一个像开箱一样，就是一个小确幸，对的一个惊喜感。然后第二个我应该会带耳机，怕无聊。第一个是无聊，第二个是在朝圣之路过程中，你会跟很多人一起睡觉，然后很吵，打呼声，大家都会打呼跟。那为什么不是耳塞啊？因为我喜欢听音乐睡觉，对，所以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我就比较想带那个。第3个呢？第3个我一定会带我的胃药。听起来
好可怜哦听起来是你的胃特别不好。没有，我想说，因为身体状况如果不好的时候，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其实很不舒服。所以我一直希望把自己的状态先抓好，就是不要让它，就是风险降到最低。就可能让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所以我就会带胃药。算是某部分谨慎的性格。你跟我想完全一模一样的事，就某部分是务实，冒险，某部分又带点浪漫的那种感觉。应该是说可控制的我会先控制，不可控制我就是靠就是运气成分在这样。J 人特质，大概这样。OK，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对，好，那感谢感谢宋哥到我们的那个节目中，真的觉得故事非常精彩。我觉得好像还想再聊更多那我想要请你最后跟听众讲一下，如果有很想去朝圣之路，或是很想去圣母峰之旅，或者是去冒险的人，你觉得要怎么鼓励他们踏出这一步？因为很多人可能光想，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往前进。我觉得人生就应该有很多方式去呈现自己的生活。那如果说，我都觉得说，我都把自己呈现一张白纸 ，A4 白纸。那等我离开的时候，我这张白纸会呈现怎样的状态？那如果说，因为我就是现在就尽量充实它，变成彩色的、多样化。即便因为现在很多不变因素嘛，对，像前2年就是疫情，然后最近就是地震、那个台风，然后很多人就这样走掉。然后我就在想说，放在我自己身上，等我哪一天就这样冥冥之中走掉了，我是不是会后悔？有没有什么没做的？对，有什么时候没做？那我都跟我伙伴说，我现在已经走过这边，走过那边。那即便我现在离开了，我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后悔，因为我看了蛮多事情，虽然我没有把它全部看完，但我有体验这个过程。所以我蛮鼓励，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想法，你就抛下那个自由的那个包袱吧，就是勇敢的去做。因为有时候大家是说存钱买房子，对啊，买车，等等的，但不知道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的身上来说，他们很努力工作，但他们好像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但他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嘛，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为自己负责，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那种概念，所以大家也蛮鼓励大家去外面走走看看，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视野。像欧洲国家的爷爷奶奶，我在朝圣路遇到很多70、80岁的爷爷奶奶，他们就很懂得去享受他们的人生。对，你说他们也在走，70、80岁，我们在干嘛？那个奶奶走了5次我就觉得很佩服。后花园的那种。那你就反过来看你自己家爷爷奶奶，也没有说不好，但爷爷奶奶就是在田里工作，可能那种方式也是他的享受生活的人生方式。可是你就是在享受人生的过程中，你有很多的选择。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尝尝不一样的视野跟事情去做。你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官跟视野。对，讲得很好我也觉得听起来就好想马上就出发。对啊，你去某个地方，害我也蛮想要再去出国，好久没出国。好，感谢那个宋哥的分享，好，那我们那你会想要大家追踪你的 IG 或是 Thread 或是什么的吗？都可以。好，那不然你讲一下你的 IG 账号。我的在 IG 账号是 SSEAN0225，前面是2个 S。OK， 期待那个后面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追踪，然后看宋哥去哪些地方去冒险。好，那谢谢宋哥今天体验人生的分享，谢谢。那我们梦圆小姐行走中就到这边，好，拜拜，下次见，拜拜。拜拜。